别动！警报！警报！检测到超3S 级危险人员，请全员躲避。Go go！ 先生，无论系统是否有误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美女，你的枪对我没用，还是给你老板打个电话吧。先生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老板，检测到神秘人物，代号龙主。是我。没想到你还记得。厉先生的声音，小人万万不敢忘。行了，让你手下放行吧，我今天不想杀人。李先生去哪儿？怎么不通知小人去接您？我去趟龙国，替老头子执行最后一个任务，然后就告老还乡，再不回来。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，代表缅国国际机场向李先生致歉。蠢货，想害死老子吗？他到底是谁？别问，不知道。老头子，替你完成保护老情人女儿的任务后，我就彻底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了。这杀手之王，不当也罢。龙国就是好啊，不像老莫那鬼地方，空气里都是一股臭叶子的味道。师傅，安氏集团。小伙子，你是去参加安氏集团新药发布会的吧？新药发布会？是啊，这可是今天云海城的头版头条。据说安氏研发出一款跨时代的新药，现在各大家族蠢蠢欲动，都想拿下新药控制权。看来老头子让我保护的这个安澜麻烦不小啊。我宣布，安氏生物科技新药研发成功，正式投产。安总裁，请问安氏的新药具体有什么功效？安氏生物科技研发的生物制剂能够重组人类基因，让衰老之人重获充沛精力，并大大延长人的寿命。根据我们实验室临床数据，最高延寿可达10年。如果是真的，安氏的新药一定会让那些有钱人疯狂。有关新药的合作与定价，安氏会严格筛选合作方，让益于民，绝不会让一些不怀好意的资本妄想夺取新药控制权。臭丫头，你找死！谢氏清场，无关之人滚！快走快走，两大生物巨头要打起来了。安氏动了蛋糕，谢氏绝不会轻易罢手。姐，怎么办？别怕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里交给你了，人的死活我不在意，我只要新药。老板放心，我有1万种办法折磨他，一定让他乖乖就范。这里是安氏集团吗？别安氏了，逃命吧！要杀人！麻烦这么快就来了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安总，交出新药，我可以对你温柔点儿。混蛋，放开我姐！滚一边去！你们几个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！放手！姐姐，别怕，姐姐在。既然安总不配合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老子还没尝过女总裁是什么滋味呢！这里这么热闹，是在演话剧吗？你干嘛的？滚一边去！我来应聘保安啊。这里不招保安，你快走！你是老板吗？我真的练过，录用我吧。蠢货，你看不出来这里很危险吗？危险？看起来是很危险，那得加钱。我加你妈！你又不是老板，装什么大尾巴？他可是谢家头号打手谢坤，你怎么敢的？这头猪太聒噪。谢坤，他和安氏没有任何关系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。安总，趁现在快走！
小子，你很好，在云海城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踹我，给我打，死了算我的。是吗？尽情享受吧，这是第2次。姐姐，他不会有事吧？来人，召集集团所有保安，跟我去救人。安总，你们找我？你竟然没事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谢坤人呢？他竟然没有打死你？走了呀。走了？大概急着赶回去吃饭吧。你看，到饭点了。姐，我怎么觉得这家伙嘴里没一句实话呢？算了，人没事就好。安总，我现在算是正式入职安氏集团了吧？我看你像是练过几年的样子。这样吧，你去人事报道，他们会安排你到保安部入职。好嘞，谢谢安总。姐，你留下这种人有什么用？公司又不缺保安。他今天得罪了谢家，谢家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让他留在集团里，总比在外面安全。行吧，还得是我的姐姐，太善良了。什么事儿？忙着呢。林渊，出大事了！区一个保安都搞不定，谢家养的都是群废物吗？让我出手，我堂堂倭国杀手榜排行第10，去刺杀一个小保安，我谢凌渊的脸还要不要？我手上有个重要任务，暂时走不开。我知道你为难，但西药的控制权，谢家一定要拿到。行了，小保安而已，我找人来处理。一群废物。暗夜谢凌渊，找暗影，杀人。你们把这些东西全部装上车。怎么是你呀，小保安？是我让他来的。姐，你要带他回家，他就是一个小保安，何德何能啊？怎么说，李哲上次也帮我们解了围，你就少说2句。行吧，小保安，便宜你喽。安总，去哪儿？回家，霞飞路168号。你先把箱子放到地下室。好嘞。姐，你把新药的数据带回家保存。可是集团的机密，这个小保安靠谱吗？他只是无意中闯入这件事的可怜人。放心，他并不知道新药数据被我们转移的事。姐，谢家上次没有得手，一定还会派人来闹事的。新药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，当决定推动上市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安氏就没有了退路。即便再难，我也绝不能退缩。姐，我支持你。安总，东西都藏好了。坐吧，这段时间在保安部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大家都很友善。那就好，上次多亏了你，一直没时间说声谢谢。今天就留下来吧，我已经让阿姨准备晚饭了。几个普通人而已，能死在我的枪下，也算你们的荣幸。没打中。臭流氓，你的手往哪儿放呢？有杀手，跟我来。是谁？除了谢家，还能有谁？刚才谢家……你们躲在这里，千万不要出来。那你呢？我去引开他的注意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们不要动。姐，他疯了吧？一个小保安，自不量力，他这样出去会死的。姐，你不要命了！可是我们不能看他去送死啊！在我面前玩狙，还敢出来找死！
王八蛋！我要你死！你绝对不只是个保安，你到底是谁？10年前，你们暗影在边境区域与我有过一次交锋，暗影出动了30名精锐，还记得吗？莫国一战是所有杀手组织永远的伤疤。杀手之王，黑龙龙主以一人之力横扫全球杀手组织。你是龙主？龙主，小人不知道是您，请宽恕我的罪行。我可以不杀你，回去给你们老大带句话，我不希望在云海再见到暗影，否则我不介意去暗影本部给他长点记性。小人代表暗影向龙主宣誓，暗影永远退出龙国，永世不再踏入龙国土地半步。行了，你走吧。好在命保住了，这个杀神为何会在龙国当一个小小的保安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组织将此事上报，永远和暗夜组织划清界限，得罪龙主，暗夜完了。危机解除，出来吧。你竟然没死？难道我应该死？杀手呢？也许剑意击不中，走了吧。走了？那刚才的枪响又是什么？可能在放炮吧。小保安，你不会是找了个地方躲起来，等杀手走了才敢出来吧？二小姐是个明白人。行了，少说两句。我去看看阿姨晚饭做好了没，你们聊。姐，亏你还把他留在公司保护他，刚才那种情况，害怕也是人之常情。是啊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但是好奇怪，杀手为什么开一枪就走了呢？事情办妥了，任务取消，合作终止。暗影双倍赔偿金已经打到你的账户，注意接收。你在揍我！老大说了，你自己找死，不要连累暗影。暗影以后永远也不会与暗夜合作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暗影组正式对外公告，暂停所有与暗夜组织的一切合作。此前接收的所有悬赏令全部作废，暗影双倍赔偿赏金。后续所有合作不再开展，本公告永久有效。王八蛋！对不起，对方已将您拉黑。去你大爷的暗影组！很好，等我回国杀了安氏姐妹和那个小保安，一定亲自去找你们。林渊几点的飞机？怎么还没出来？老板先别急，快了，可能是航班延误了吧。少爷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替我在安氏集团伪造一个身份。林渊，你要怎么做？当然是杀人。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这个不错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一看就整过，太僵硬了。你们两个是没事做吗？安氏集团可不养闲人。安副总，我们两个今天是晚班。公司医药原材料库房现在缺人，你们两个现在去报道，24小时轮班。我们轮班？现在是新药上市前的非常时刻，记住，一只蚊子也不许放进去，立刻马上走。注意点儿。姐，我今天看到那个李哲在上班时间偷懒，还色眯眯的看擦边直播，
你是公司副总，整天关注一个保安的动向做什么？难道看上他了？我看上他，下辈子、下辈子都没可能。行了，不要跟一个保安斗气。可是，迎接恐惧吧，好戏正式开场。这个母老虎今天是不是吃枪药了？少说两句，让他听见你该卷铺盖走人了。不管了，你先顶下，我睡会儿。小保安，快带人来救我们！还叫小保安？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我可是集团副总，命令你马上带人来救我们！这样啊，我只是个小保安，我哪有这个胆子？还是来年给你多烧点纸钱吧。李爷，求求你，快带人来救我和姐姐！小保安想救安氏姐妹花吗？来城南仓库找我，我等你哦。李哲，不要来送死，快跑！少爷，家主的意思是我们只要新药，不想节外生枝。你要记住，我谢林渊才是谢家真正的话事人。少爷，是我多嘴了。那什么狗屁新药是老头子的事，我现在很生气，只想杀人。是少爷。少爷，人来了。带了多少人？就他一个。一个人就敢来救人，有意思。姐，我就说他靠不住，这跟来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不会的，他不应该是这么莽撞的。肖总裁害怕了？我会让你看着那个小保安身上的肉被我一块一块割下来。你这辈子做的唯一正确的事，就是还没有对他们下手，否则来了，否则什么？否则你会生不如死，让我生不如死。小保安，你不会以为干掉几个谢家的垃圾就配当我的对手？对我来说，你们没有区别。你知不知道，我3岁练武，6岁杀人，10岁进入倭国杀手界，如今我效力于倭国第1杀手组暗夜，是杀手榜前10的存在。你一个小保安能站着跟我说话，就是你人生里最高光的时刻。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，在回国之前，你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小保安，你真是自不量力。不可能，我的刀可是由玄铁淬炼而成，怎么会被你给轻松夹断？别急，让你惊讶的还在后面。李哲，你别逞强了，快跑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老子上！杀了这小子！还不快上，干他！赢了！没想到这个小保安还有2下子呢。轮到你了。到底是谁？云海怎么会有你这种人？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配知道。管你是谁，都给我下地狱去吧！你的刀质量也不怎么样嘛。不可能！我的刀连钢铁都能斩断！你是魔鬼，你不是人！姐，他用手指把刀给砍断了。人要为自己的无知买单。
等等，不要杀我！你给安家当保安能赚几个钱？我可以给你钱，我有很多很多钱。你很聪明，我的钱都被老头子控制着，现在确实挺穷的。愣着干嘛？转账啊！你同意了？废话真多，我的耐心有限。转账成功，行了吗？你堂堂暗夜杀手，就这么点钱？糊弄鬼呢！等等，我在组织里还有5个亿，只要你放我回去，我都给你。我刚才说过，我的耐心有限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放过我，可惜你不该贪心，我的账户一动你就被暗夜锁定了。就算你今天杀了我，暗夜也会找到你为我报仇。废话真多。等等，在我死前，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？黑龙睁眼时，朱逆臣皆死。是你。难怪暗影会有那种奇怪的举动，躲回倭国龟缩起来。原来是你，我死的不冤。可惜啊，暗夜完蛋了。铁手啊，小保安，你难道是人形机器人吗？你真的没事吗？谢家的人很快就会过来的，我们走吧。对，姐，我们快走。今天真是吓死我了。小保安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谢了。还叫我小保安，你这是谢人的态度吗？你本来就是小保安啊。喂，不要以为救了我们就可以得寸进尺。李哲，今天真的谢谢你，没想到就连谢凌渊都不是你的对手。是啊，小保安，你的身手不赖呀，哪儿学的功夫？从小跟狗打架，天赋异禀。不说就算了。李哲，宁宁说的没错，以你这样的身手，为什么会甘心在安氏集团当保安？安总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觉得你该配个保镖了，总不能隔三差五被人绑架吧？保镖？谁啊？你？怎么，我不配吗？功夫嘛倒是还不错，但是你还没有经过考验。什么考验？谁知道你是不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人，故意来靠近我姐？我要是别有用心，刚才就应该让谢凌云杀了你。妈，什么？好的，我带她回来见你。李哲，你认识我妈吗？奇怪，他怎么会特意提起你？不管你认不认识，跟我回家一趟。姐，你要带他回家？他就是个小保安，对吗？这件事我们做不了主，妈妈要见他。什么？林远，是爸爸不好，爸爸害了你呀，林远。是谁？爸爸发誓，不管是谁，爸爸一定会杀了他，给你报仇。事情办妥了吗？林渊他死了。您是首领吗？首领，您一定要给我儿子报仇啊！对了，钱要多少钱？就算是要我谢家倾家荡产，我也要杀了他，替我儿子报仇。小小的云海，竟然有人能杀了谢凌渊，有意思。首领，凶手一定在安氏集团，这件事跟安氏姐妹脱不了干系。把谢凌渊的尸体保存好，暗夜回来云海给他收尸。没有人可以在杀完我暗夜的人以后，还能安然活在世上。
首领，谢凌渊的国内账户发生一笔大额转账，对方是谁？一个叫李哲的人。可是不要吞吞吐吐的说。经过查账，这个叫李哲的只是安氏集团的一名小保安。保安，有意思。不久前，谢凌渊曾委托暗影组织刺杀安氏集团总裁安澜，在那之后，银狐离开了暗影。从云海回来以后，暗影就对外发布公告，永远不与我们合作。我怕暗影这群废物，本座迟早要收拾他们。你现在出发云海，去探探这个安氏集团的底。是，首领。我随后就。等会儿进去不要乱说话。妈妈为人端重，不喜欢男人吊儿郎当的样子。但老头子可不是这么形容你妈的。臭小子，你师娘啊，那可是风华绝代，胸大皮肤好。到了云海，记得替我向你师娘问好，就说这些年我很想念她。再说你妈的老情人，那老头可不是什么正经人。跟你说话呢，听到了没有？收到。姐，你不用提醒他。我看呀，某人这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进去不出5分钟就会被妈妈赶出来。行了，进去吧。妈妈，最近发生了好多事儿，你差点就见不到女儿了。这位就是李哲吧？确实一表人才。妈，你认识他？他就是一个小保安而已。都是安家的人，什么保安不保安的？安家人？他？姐，我怎么感觉妈妈的眼神好像在看女性？真不错，听说你好几次救了我家兰兰和宁宁，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，快坐。妈，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住嘴，没有礼貌。姐，你来评评理。好啦，少说2句。李哲，妈妈让你做你就做吧。不对劲，妈妈和李哲之间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内情。这个小保安不会给妈妈下了降头药吧？哎，不好气。那个伯母，有人托我向您问好。是那个糟老头子吧？销声匿迹这么多年，他还记得世上有我这个人吗？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。姐，爸去世不过1年，妈妈在外面不会有男人了吧？不会的，妈妈一向端庄，不会做这种事。姐，你问问他。你童言无忌，你问。我不去，妈妈非打死我不可。还是你去，你是总裁，他不会打你。我可不去，我相信妈妈。那家伙身体还好吗？他老人家身体好着呢，身边美女如云。老东西，让你扣下我的钱，看我不整死你！竟然还是个老头。不聊他了。听说你最近遇到几次刺杀，是谢家做的？是的，谢家想要星耀控制权，这是爸爸一生的心血，我们绝不能交出去。当初你爸就是因为这个死的，没想到他都不在世上了，这些人还不肯放过安家。妈，当初爸爸死的蹊跷，到底是什么人做的？这件事你不许问，也不许追查，背后牵扯的势力不是我们小小安家能够对抗的。妈，可是爸爸死的不明不白。住嘴！我说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还是聊聊你的安全问题吧。接连的刺杀，对方是有备而来，我看你该好好找个贴身保镖了。保镖？还是贴身保镖？我看小哲就很不错。
这里是谢家重地，你不能进来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我谢家！你就是谢晋。你是？此人到底是谁？我竟然不敢反抗他！干脆利落，谢凌渊毫无还手之力。看来护着安氏的这个人很强啊！大人，您一定是暗夜的大人。大人，我3代单传，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大人要为我儿子报仇啊！我既然来了，谢凌渊就不会白死。现在我对这个挑衅我暗夜的人越来越感兴趣了。是安家，就是安家杀了我儿子！大人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要安家所有人给我儿子陪葬。放心，他们一个也逃不了。小保安，是你吗？我很期待，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。妈，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这个小保安虽然身手还不错，但或许来路不正哦。什么来路不正？小哲的师傅是妈妈旧友，妈妈能看错人吗？兰兰，你的意见呢？妈，我不是针对李哲，只是我确实不需要什么贴身保镖。杀手已经找上门了，事情的严重性你还察觉不到吗？妈，可毕竟男女有别。行了，这件事我做主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小哲，以后我这个女儿的安危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伯母，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兰兰交给你，我就安心了。姐，你不觉得妈妈就是在招女婿吗？别胡说。小姐，我听说您受了惊吓，这是安神汤，喝了能让您晚上好睡些。王姨有心了。小姐客气了，都是夫人吩咐的。妈，你真好。等等，小保安，你想干什么？霍心谷。噬心谷、霍心谷一起出现，连傀儡师都出动了，看来暗夜这是要亮底牌了。李哲怎么了？我劝你们最好别喝这碗汤。王姨，怎么回事？夫人，我在安家工作有10年了，您还不相信我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就是10年来，王姨工作勤勤恳恳，可从没出过什么岔子。某人，我不要冤枉人哦。妈，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王姨做的饭，王姨的为人，我们还不了解吗？也是，小哲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说的不是王姨为人有问题，而是这碗汤。汤可是妈妈吩咐王阿姨亲手熬的，能有什么问题？我就喝。呸呸呸！真好喝，王姨，你的手艺又进步了。小姐喜欢就好。确实很好喝。李哲，你是不是多虑了？我累了，要回房休息。好，你好好休息。我也去。小哲，我还有事儿，你慢慢吃，需要什么就吩咐王姨，她是安家的老人了，不用客气。现在只有我们2个了，咱们聊聊吧。暗夜的傀儡师。小保安，看来之前我小瞧你了。天道道我以后让你很惊喜。惊喜谈不上，只是没想到你竟知道我是暗夜的傀儡师，还算有点见识。当着我的面给我要保护的人下蛊，你有点不把我放在眼里啊。就凭你，谢凌渊死在你手里，不远。服了没？哦，笑话！我以蛊虫借用这具身体，不过是一具傀儡罢了。据我所知，想要以蛊虫操控一具身体，你用的应该是你的本命蛊，很珍贵吧？你到底是谁？见个面。不要以为吃定了我的本命蛊可不止一只，哪怕被你毁掉，也无非是浪费几年时间罢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去看看那对姐妹花吧。怎么说？动了噬心蛊的人，12个时辰之内毒性不除，就会变成活死人。我想，此刻他们2个应该已经毒发了吧？
我好冷，感觉好像睡在冰窖里，好难受。姐，你身上好烫。宁宁，我们是不是要死了？小保安，李哲，我错了，都怪你。明明那么能打，为什么不拦着我们？李哲，我们不该不听他的。早跟你们说了别喝，非要犟，真是不听劝的女人。玄冥谷，一冷一热，一阴一阳。小保安，连玄冥谷你都知道，我对你越来越好奇了。你究竟是谁？你最好不要知道。你准备救谁？玄冥谷无解，只能转移，并且要你心甘情愿接受他们体内的蛊虫。你不过是安氏的保安，没必要为了这对姐妹搭上自己的命。是吗？你就这么确定我一定会死？笑话！我的蛊我最了解，世上没有人能化解我下的蛊毒。行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好难受。李哲，我好热。吻我。这可是你主动的，不是我趁人之危啊。我还以为你会是聪明人，没想到也是个不知死活的。替他拔毒，那么死的就是你。太可怜了，既然你救了姐姐，看来妹妹只能等死喽。为什么要做选择？姐姐和妹妹，我都要救。狂妄！你体内已经有一只玄冥蛊，妹妹身上的蛊虫根本不会给你回应。李哲，救我！现在不叫小保安了。李哲，我错了，我好冷。一命换两命，这笔买卖怎么看都很划算。愚蠢！这怎么可能？玄冥谷为什么会回应你？我懂了，一定是你的体质特殊，但你救了她们姐妹，你也死定了。我是个将死之人，陪我聊聊。你怎么还没毒发？快了，我感觉我就要死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在我死前，能不能让我见见你的真容呢？暗夜的傀儡师。小保安，你很神秘，姐姐我更好奇了。大人，安家情况如何了？替我备壶好茶，他来了。姐，我们这是怎么了？好像是安神汤。王阿姨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对了，那碗安神汤有问题。小姐，王姨，安家待你不薄，为什么要害我们？大小姐、二小姐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害你们呢？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李哲呢？大小姐，什么李哲？我没见过他呀。李哲，我好热，吻我。这可是你主动的，不是我趁人之危啊。李哲，救我！现在不叫小保安了。我错了，我好冷。怎么会这样？吻我！看来谢家的报复已经开始了。姐，什么意思？是李哲救了我们。姐怎么办？他不会有事吧？你是知道替我们扛了毒，自己命不久矣，所以不告而别了吗？
大人，人带到。求家主饶命，小人不想死啊！大人要用你的血，是你的福气，别不识好歹。姓谢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个养蛊的女人每天要吸干一条人命，你们就不怕遭天谴吗？谢家主，看来你在谢家的威信也不怎么样。王八蛋，要你的命是看得起你，还敢顶嘴？谢的，老子先杀了你！这女人实在是又恐怖又没有人性。拖走，拖走！安氏的那个小保安还没有来吗？回禀大人，还没有消息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，真是了不起！身上中了2道蛊虫的玄冥毒，还能走到这里。小保安，你真是让姐姐越来越感兴趣。今天有大人在，杀子之仇你该还了。大人，此人杀了林渊，请大人出手为林渊。真是个聒噪的家伙。身中我的2道蛊虫，还能如此气定神闲。小保安，你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？我也没想到，暗夜的傀儡师竟然是个娇滴滴的美人。小保安，喜欢姐姐吗？喜欢姐姐就大声说出来，或许姐姐一高兴就给你解了蛊虫的毒，甚至允许你上姐姐的床，如何？你就这么饥渴，想要我征服你？征服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我开始有些兴奋起来了，姐姐。如果你能让姐姐舒服，姐姐不是不能考虑收你做个贴身的奴仆。姐姐，那我可就来了。你的言行举止都不像一个小小的保安。你是谁？你这是对我心动了？心动？那要看你能不能征服姐姐。是吗？征服你，对我来说轻而易举。中了2道蛊虫，你还有这种活力，那么3道呢？为了征服姐姐，当然多多益善。小保安，话不要说得太满，你就这么想死吗？姐姐不妨试试。听说你一天要吸干1个男人，我想知道我有没有这种荣幸。你真的不怕死？怕死？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2个字。你的蛊虫似乎对我没有什么效果。不可能，你身中3道蛊虫，怎么会没事？有没有可能我百毒不侵？绝不可能，我的蛊虫不只具有剧毒，一旦进入体内就会啃食你的5脏6腑，中毒致人的结果只会成为没有思维的活死人。那你可得加大药量了。我不信你还能扛得住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对我来说多多益善。你身体里的蛊虫我照单全收。不可能，我的蛊虫全没了。傀儡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蛊虫，还剩下什么？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没事？世上没有人能承受我所有蛊虫的反噬，你怎么会这么强？你们暗夜就不奇怪，为什么暗影会选择毅然跟暗夜切割？仅仅只是因为我击退了银狐？是不是因为我退归幕后太久，让你们忘记了10年前莫国一战？10年前莫国一战，杀手之王，你是龙主？
不可能，你是龙主，怎么会在安氏当小小的保安？我想做什么，难道还需要向暗夜报备？难怪暗影会有那种奇怪的举动，组织竟然妄想对抗龙主，暗夜完了！李哲，你去哪里了？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？安总，你勒得我喘不过气了。你身上有别的女人的味道，说去哪儿了？我在外面舍生忘死，你怎么能凭空污人清白？真的？小样，身为老司机，还能让你抓住把柄？当然，事情都处理完了。是谢家派来的人。对方是傀儡师，能够用蛊虫操控人。放心，已经被我解决了。难怪王阿姨是安家的老人，我就说她不可能给我们下毒。倒是你，我怎么感觉你越来越神秘了？你母亲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专程来给你做保镖的。为什么是我？这你要去问你妈。不说算了，我会知道的。早点休息，我的贴身保镖。是谁竟敢杀我的人？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怎么回事？大人怎么死了？你就是谢晋，谢凌渊的父亲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谢家？谢凌渊、鬼魅都是我的手下。你说我是谁？原来是主上！主上，你可要为我儿子报仇啊！是李哲，是安氏那个小保安，一定是他杀了鬼魅大人。区一个小保安，竟能连杀我2员大将，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什么？主上，误会啊！我怎么敢隐瞒主上？那个小保安邪得很，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能吸干鬼魅体内所有的蛊虫，莫非他也是傀儡师？主上，只要能替我儿报仇，谢家愿尽一切力量支持安夜。有趣，我对这个小保安越来越感兴趣。挑衅我暗夜，绝不能让他轻易死去。我要让他和整个安氏感受最深刻的恐惧。主上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要先让他们尝尝孤立无援的恐惧，我慢慢的玩死他们。没有人得罪暗夜之后还能在世上逍遥快活，从来没有。可以啊，小保安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难不成你盼着我出事？谁知道呢？昨天那么凶险的情况，我和姐姐差点就没了。对了，后来你去哪里了？不告诉你。小妾。总裁，大事不好了！不要急，慢慢说。集团3大股东突然联合发难，说要召开董事会罢免总裁。什么？谁给他们的胆子？怎么回事？有人说，总裁您独断专行，新药研发与销售渠道一把抓，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，更不利于新药的推广和集团的发展。要召开新闻发布会，让安氏集团与您做彻底切割。是谁在胡说八道？他们难道都被谢家策反了吗？别急，这些元老都是父亲的旧部，绝不会无故内讧，背后一定另有隐情。总裁，我们怀疑谢家找了我们惹不起的后台，这些元老是害怕了。据说这是对方留下的。昨天夜里，3名元老家中全部遭遇暗杀，对方留下一句话。对方说：“别吞吞吐吐的。”对方说了什么？总裁不退，暗杀就会继续，直到一个不留。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嚣张？总裁，现在该怎么办？3名元老就在公司，他们是来逼宫的。暗夜无声，收魂锁灭。
你知道对方的来历？暗夜本是龙国人，却隶属于倭国杀手界。谢林渊和昨天下毒的人都属于这个组织。又是杀手组织。李哲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带我去找他们。你想怎么做？见到他们你就知道了。他怎么还没来？不是已经到公司了吗？别急，今天他不退也得退。二位，如果安澜这丫头不肯妥协，我们该怎么做？不肯妥协，那就逼她妥协。我专程请来的这位方大师，乃是云海城武道联盟会长，拿下小小一个安澜，不过手到擒来。三位叔伯联合外人对侄女赶尽杀绝，怕是不符合安氏的作风吧？钟伯，你是集团大股东，我需要一个说法。安侄女，不是钟伯赶尽杀绝，是你得罪了惹不起的人，钟伯也是没有办法。哦，是吗？究竟是什么人令钟伯如此委屈？对方可是暗夜杀手组，安澜，你涉世未深，不知道暗夜的恐怖。三位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，区区一个杀手组织就把你们吓破了胆。就在昨晚，我们三家全部遭遇暗夜的刺杀。你的表弟昨晚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安澜，你退位吧。只要交出新药控制权，对方许诺从此不再对安氏出手。现在只有你能救大家。钟伯这是要把安氏拱手送人。除了这么做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安澜，不是钟伯狠心，钟伯这是在救你。毕竟你也不想面对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战胜的杀手组织。为了区区新药，白白送掉自己的命吗？不想死就交出新药控制权，从此离开安氏。既然对方针对的是安氏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就是安澜身边那个保安吧？据说你多次帮助安澜化险为夷，说说有什么办法？既然暗夜针对的是安氏，那么现在安氏愿意以3折收购你们手里的股权，让3位全身而退，意下如何？3折？打发叫花子呢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年轻人，别说3折，哪怕你想用3成溢价来收购我们手里的股份，也是痴心妄想。不，我想你理解错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支付手中股权3成的现金给安澜小姐，并打包将所有股份零元由集团回购，我便放你们退出，远离这个漩涡，保你们的狗命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想1分钱不出，还要我们所有人的股份？安侄女，你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毛头小子？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钟伯，李哲说的话就是我的态度。那么3位考虑的怎么样？准备什么时候交出你们的股份，并支付你们的买命钱？年轻人太过狂妄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王大师，终究还是得劳烦您出手，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。钟老言重了，收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正好我也看不惯这种狂妄自大的家伙。我早就猜到你们不会轻易就范。安澜侄女，你没想到吧？今天我请来了云海武道联盟的会长方千元方大师。方千元，曾经一人挑战云海武道，创下1000场不败记录的方千元。没想到安大总裁竟然听说过老夫。这老东西是谁？小子，你敢对方大师不敬？李哲，他可是云海武道第1人，方千元不是谢灵渊能比的，你不要口无遮拦。云海武道很强吗？住嘴！这可是方千元方大师，平常你想见一面都没有机会，你这傲慢的小鬼竟敢口出不逊！方大师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钟老放心，对付这种毛头小子，不过顺手的事。安澜侄女，本想给你体面，让你自愿退出安氏，也好保全所有人，奈何你冥顽不灵，我只能不顾情面了。钟伯，我不求你们愿与安氏共进退，无论什么价格，我照单全收。暗夜方面由我一人面对，如何？现在求饶晚了。小鬼，但愿你能受得住我一拳，千万别跪下来求饶。
是，不可能！在云海武道第一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是老夫的对手？本想给你留点颜面，你自己不要，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你的性命着想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打听。方大师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钟老，恕在下无能，今日老脸丢尽，咱们以后还是别联系了。今日尊驾技高一筹，老夫认输，后会有期。轮到你们了，不知道三位对于我刚才提出的股份收购条件考虑的如何了？我的耐心有限，如果三位没有考虑清楚，暗夜能对你们做赶尽杀绝的事，我也未尝不。你的条件太过苛刻，恕难从命。没错，我们三家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绝不会任你鱼肉。很好，希望你们等会儿也能这么有骨气。我们是安氏集团的股东，你不能这么对我们。安氏股东，关我屁事。李哲，让他们走吧。就这么放过他们？刚才他们可没打算放过你。毕竟是跟随父亲打江山的元老，他们不仁，我不能无义。既然大小姐都这么说了，你们还不滚？想留下来等我请你们吃饭吗？是，我们这就走。安侄女，钟伯就知道你不会赶尽杀绝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你知道吗？方千元可是云海武道神话，你不想跟我解释些什么吗？云海武道不值一提，我解释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何能轻易击败方千元？这不像一个保安能做出来的事。你在怀疑我，还是怀疑你妈妈？难道你不值得怀疑吗？你要做什么？这里可是安氏集团，你别胡来！如果我是个故意接近你，并且别有目的的杀手，你会怎么做？今天多亏有你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等下，怎么了？三大元老那边若是一直不同意你开的条件怎么办？不同意？你认为，对于已经掌握了一辈子也花不完的财富的他们，是股份重要还是命重要？真是岂有此理！这个叫李哲的小保安实在是太嚣张了。可人家确实有嚣张的资本啊，连方千元都不是他的对手，这可怎么办？难道真要等着暗夜上门将我们一个个全都杀了吗？钟老，老兄弟们听你指挥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？先回去，我们从长计议。钟老，那兄弟等您消息。蠢货！老爷，回家还是？安家虽然是安氏集团最大的股东，但集团也是三位元老一生的心血，他们不会同意你开出的条件的。这可未必。你看，来了。哲少是吧？刚才说的条件能不能再谈谈？钟伯，您老人家怎么又回来了？那两位呢？那两个家伙都是油盐不进的老古董。你钟伯想明白了，不屑与他们为伍。钟伯，你……安侄女，钟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怎么忍心把你往绝路上逼呢？只是这条件，你看……既然钟伯开口了，我也不强人所难，只要您老人家交出股权就好，我们分文不收。可是钟伯如果还不愿意，那就请吧。至于暗夜那边是否会找钟伯的麻烦，就是我无能为力了。行，安氏的股权我不要了，但你要保证我钟家的安全。钟伯是个明白人，签了吧。暗夜那边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怎么了？虽说当初我向媒体宣布要严格把控新药的合作方，并且拒绝了谢家的合作，但新药制造所需要的原材料供应，最大的麻烦其实不是谢家。有麻烦？云海第一家族陆家几乎掌控了所有医药材料的供应链，谢家不过是听命于陆家的傀儡。如果陆家不点头，新药的推进会变得很困难。这个陆家什么来历？安侄女，哲少，股权转让是吧？我签，我们签。陈叔、赵叔，你们姓钟的老家伙真不是个东西，叫我们别签，结果他自己先签了。是啊，安澜，不是叔叔们非要逼你，都是那老家伙怂恿的呀。
两位叔叔，你们别这样，先起来。安澜，转让书我们都带来了，你只需要签个字就行。放心，对，叔叔们什么都不要，这些股份就当提前送你的嫁妆了。陈叔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两位起来吧，这份协议没有问题。郑少，你看股权我们也交出来了，至于暗夜的事儿，放心，与钟家一样，我同样会保证你们两家的安全。那就好，既然这样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就不打扰二位休息，我们先走了。股权的事虽然解决了，但暗夜依然是个问题。你怎么敢夸下海口要保证他们安全的？既然有问题，那解决掉问题的源头不就行了？你要去解决暗夜组织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为什么？你没听说吗？那可是暗夜，倭国数一数二的杀手组织，凭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？我不许你胡来！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不会胡来的。你知道就好。行了，你早点休息。陆家既然还没有来找麻烦，说明还有的谈，你别太担心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？吃宵夜，你要来吗？不要，这么晚还吃，小心胖死。暗夜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安氏那边的情况如何？那3个老东西把事情给办砸了。哦，怎么办砸的？安澜非但没有退出安氏，反而没付出任何代价，就把那3个老东西手里的股权给全部收走了。有意思，看来我小瞧了这个安大小姐。是那个小保安做的，方千元不是他的对手，反而被他狠狠羞辱了一番。能连杀我2员大将的家伙，果然不是省油的灯。主上，我儿林渊的仇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看来只能由本座亲自出手了。有主上出手，那小子死定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这里是谢家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。主上，就是他，他就是那个安氏的保安。站住！装模作样拦一下得了，1个月几千块钱，你玩什么命？不长记性，又是狙击。对付我，狙击可不够看。你就是那个小保安，杀我暗夜的人，我还没有去找你麻烦，你反倒送上门来了。你们暗夜的杀手太弱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暗夜本可以躲在倭国龟缩起来，却偏偏要来龙国送死。听你的，我们不去杀你，你却自己送上门来。这别墅里天罗地网，这是必杀局，只要你敢过来，我必杀你。是吗？狙击啊！不久前也有人用狙击枪指着我，但是很可惜，这点手段对我没用。狂妄！看你血肉之躯如何能对抗子弹！杀了他！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以你的身手，不该是个无名之辈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于黑夜睁眼临凡时，诛逆臣皆死。看来你还不笨，既然知道是我，你还敢站着跟我说话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小人不知是大人驾到，小人也是被人蒙蔽了双眼。大人，我们还没有输，他不过就是个小保安，你为什么要怕他？住嘴！你这个蠢货，你想害死老子吗？大人，都是这蠢货蒙骗了小人，大人明鉴。我偏不信你血肉之躯还能扛住子弹。你还不死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大人，小人知罪，小人不知道他们得罪的是大人，请宽恕我的罪行。小人从此不再踏入龙国的土地。其实你们对我根本构不成威胁，对于丧失斗志的人，我也懒得出手。大人乃是天上的皓月，小人只是地里的尘埃，哪配让大人出手？滚吧！我不管你在倭国做什么，但不要让我在龙国看到。谢大人不杀之恩，小人发誓永生永世不再踏入龙国。
大人饶命，我只是个下人，都是谢晋逼我做的。只要大人不杀我，我愿意为大人做任何事。这个贱人！你放手，大人救我！敢背叛我贱人，你就不怕死？杀子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今天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很好，你不杀我，不急，你的命我随时能取，只是我还想看看你能搬来什么救兵。尽管去。狂妄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人海水深，今天不杀我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听说云海城的地下皇帝是陆家，所有的医药原材料供应链都掌握在陆家手里。没想到你还知道陆家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这次针对安氏就是由陆家牵头，我谢家虽大，也不过是替陆家办事。果然如此，那就请你去转告陆家，不要藏头露尾，我在安氏等着他们。小子，陆家出手，你绝无活着的可能，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。我等着，最好不要让我等太久。陆家主全失败了，就连帝庭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是吗？暗夜真是废物。既然如此，也没有活下来的必要了。暗夜杀手组不过如此，真是给倭国杀手界丢人。倭国至尊弦月族，你们为何会出现在龙国？失败者不配问为什么。低贱的龙国病夫，玷污了我倭国的杀手精神，唯有以死向天皇谢罪。家主，人已经解决了。人已死，你猜的没错，暗夜组确实不是他的对手。那是当然，我从没想过靠暗夜的废物就能杀死他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区区一个保安，已经让我们损兵折将。他是杀手界最高的那座山，只能由我来征服。哈哈哈哈哈！有志气，不愧为我陆剑山最骄傲的儿子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你准备何时回国？不急，我在缅国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毕竟要给他送一份大礼，空手来是对高山的不敬。陆星寒，仗着我们龙主不在本部，你打赢我们，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就杀了我们！龙主大人会为我们报仇的。别急，说好要给他一份大礼，游戏才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，不是吗？看什么呢？哦，你来了。谁呀？相亲对象？别乱说，人家可是陆家大少爷，被誉为龙国第一战神的男人。陆家之所以能坐稳云海城地下皇帝的位置，就是因为他的存在。你啊，身手是不错，但恐怕连人家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这么厉害？现在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了吧？你盯着人家龙国战神的照片看，做什么？犯花痴了？陆星寒虽然精彩绝艳，号称龙国战神，但父亲在世的时候却曾经警告过我，这个人很危险。姐，父亲什么时候说的？难道我们安家跟他有过节？父亲没有说的很明确。但我有一种感觉，父亲的死和陆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怎么可能？陆家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所以，你母亲不让你调查安家主死亡的真相，是怕你招惹到陆家这个庞然大物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在整个云海，除了陆家，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势力能让母亲如此忌惮。李哲，你能帮我吗？姐，你求他干嘛？他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是陆星寒的对手。也是，陆家扎根云海几十年，势力盘根错节。陆星寒又神秘莫测，我不该将你拉进这个漩涡，毕竟你不是安家的。暗夜组织的首领死了，是你杀的？姐，对方可是倭国杀手组织的首领，怎么可能是李哲杀的？你看，还是妹妹聪明，我可不背这个锅。好家伙，难道是冲我来的？可是，你昨天当着3名元老的面刚刚保证。安侄女，恭喜恭喜啊！钟伯，什么风把你们3位给吹来了？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没想到只一夜，暗夜组织的麻烦就被解决了。安侄女，你这位保镖不简单啊！真是你杀的？
骗人的吧？怎么可能？钟伯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误会折少呢？只是云海陆家主想请二位吃顿便饭，不知道安侄女和这位保镖大人有没有时间？钟伯，你们三位什么时候和陆家走得这么近了？二小姐误会了，我们向来都是陆家的座上宾，这种私事难不成还要特意知会二小姐？正主终于登场。陆家家主陆剑山，这个云海城第一人，你猜会找我们聊什么？陆家不仅掌握整个医药产业的原材料供应链，更是医药行业的巨头。安氏的新药上市，未来潜力巨大，对陆家冲击很大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看来之前包括谢家在内，所有的动作不过只是试探，陆家才是那只背后真正的对手。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以谢晋的老谋深算，不可能想不到陆家也看上了新药，哪怕他抢到新药也保不住。原来谢家不过是马前卒，是陆家的一把刀罢了。一会儿进去，如果陆剑山态度强硬，你想怎么做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心很乱。因为你的父亲。我现在更加确定，父亲的死必然和陆家有关系。陆剑山能将陆家打造成医药巨头，背地里不知道多少人死在他的手上。这一次，他同样不会放过安家。你害怕了？我原以为我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一切挫折，但是当陆家这座庞然大物真的出现时，我还是动摇了。我死不要紧，我不能把你和宁宁还有母亲同样置于危险之中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你面对谢家的威胁时候的样子很勇敢。可是陆家和谢家不一样，甚至父亲都有可能死于……放心，一切有我，我不懂什么医药，但我是你母亲钦定的保镖，贴身保镖。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陆家主，这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啊！鬼姬只是听说，就连暗夜首领也不是李兄弟的对手，心痒难耐，迫不及待想试试你的身手，还不去给李哲兄弟道歉，没规矩！不知道他是我尊贵的客人吗？就算家主有吩咐，大倭帝国的武士道精神，也不允许我向低等民族的卑贱之民道歉。混账！现在连家主都命令不了你了吗？陆家主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不要在聪明人眼里演这种戏码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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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人不懂事，让二位见笑了。陆家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今天请我们来，不知道有何见教？不急，先吃饭。今天请安大小姐过来，主要是想聊聊陆家收购安氏集团的事。收购安氏，我没有听错吧？陆家主。想必安大小姐心里很清楚，安氏的新药虽然潜力巨大，但制药的原材料却都掌握在我陆家手里。只要我不放货，新药就只是一堆没用的数据。陆家主就这么笃定，我安氏新药的配方离不开陆家原料的供应？哼，安小姐是不是忘了，你安氏元老都是我陆家的人，在云海，你们想要一口吃的，得看陆家给不给。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，安大小姐？在此之前，我确实没想到，跟随我父亲打江山的元老，竟然是你的人。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。我父亲的死，究竟和你陆家有没有关系？在云海，弱者就像这块牛排，切多少，全看我的心情。我陆家想让谁死，
谁就得死，没有商量的。陆家主，我也送你一句话：安氏集团你能不能吃得下，要看我的态度。看你的态度，这是我陆剑山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小心！能杀掉暗夜的首领碧屯，你这位倭国的杀手蒲松，想必来头不小。那是自然，大倭民族的杀手，乃是当今世界第一等。卑贱的执着人，能跟我站到这一刻，你足以自豪了。但很可惜，接下来你该去死了！是卑贱的知国人，怎么可能是我大倭武道的对手？大倭武道，什么东西？大倭武道是这世界上最强的武道。如果好好待在你的倭国，或许你还能留着你的命，继续保持你可笑的武士道骄傲。但是很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在龙国。对于倭国这种的垃圾，我恪守的准则就是见一个杀一个。陆家主，现在我们有资格和你谈谈了吗？这个倭国女人不过是我儿子送给我的一件小玩意儿，你杀了她不值一提。哦，是吗？像这样的奴仆，我儿星寒要多少有多少，代表不了什么。不过你的身手确实很了得，难怪能护着这位安大小姐到今天。安氏集团渺小，配不上你，不如到我陆家做事如何？安家能给你的，我100倍给你。陆家主出手果然阔绰，说的我都有些心动了。带上来。陆家主，这是为何？是啊，陆家主，不知我们做了什么事，惹怒了你呀？现在就杀掉这几个给你使绊子的废物，作为招揽你加入陆家的见面礼，如何？如何？我这人说到做到，够不够诚意？不好意思，陆家主，我拒绝。拒绝？你在安氏集团不过是个小保安，等我拿下安氏控制权，把安氏集团交给你来掌管，如何？陆家在我眼里不过是条随时可以倾覆的船，我这人不太喜欢和死人一起玩。随时倾覆，就凭你吗？小兄弟，人可以自负，但千万不要自大，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既然话不投机，那今天就到此为止。陆家主有什么指教，可以尽管使出来试试。我和安氏接着就是。家主，要不要拦住他们？拦？拿什么拦？靠你们这些废物吗？诡计一死，陆家现在没有能够对付他的人，等少爷回来再做定夺。那安氏集团那边，武的暂时不行，就给我来文的，给我放出消息，无限期中断安氏一切医药生物原材料的供应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位安大小姐能以什么方式来应对资本市场的恐慌。是，家主。给我告诉那些安氏的供应商，下午股市一开盘，我就要看到安氏生物的跌停板。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你刚才为什么拒绝陆家的邀请？奇怪，难道你希望我加入陆家，然后帮陆剑山来对付你？可是陆剑山说的没错，你在安氏一直以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保安，你没理由。谁说我只是个小保安？我可是你妈钦点的安大小姐的贴身保镖。虽然我们过了这一关，
但陆剑山绝对不会轻易就范的。他要得到安氏集团和星耀的控制权，不达目的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就让他放马过来喽。你干嘛？怎么，过去信誓旦旦要守护星耀的安总裁，现在害怕了？你不懂，你刚才见到的陆家不过是冰山一角。陆剑山这个人心狠手辣，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。我是怕……嘘，有我在，谁也伤害不到你。可是你没必要卷进来，你本可以抽身离开的，为什么？难道只是因为对我妈妈所谓保镖的承诺？你就当我被你的美色吸引，色令智昏了吧？我没在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在跟你开玩笑。我要保护的人，谁也不能动他一分一毫。安总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？你别误会，是个意外。是啊，车开得太颠了，我车技的问题。姐，不好了，你快来公司吧。怎么了？快看！就在刚才，陆家突然向媒体放出消息，要在生物医药原材料供应上无限期封杀安氏集团。市场上传言，我们的新药还未上市已经夭折，现在投资人全部都对安氏失去了信心。怎么会这样？公司股价从下午开盘起，突然出现巨大的抛压，直接被砸到跌停板。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一定是陆剑山出手了。意料之中，陆剑山料定动用资本手段，我就拿他没有办法。姐，我们该怎么做？现在外面是什么消息？按现在舆论发酵的速度，明天开盘，公司股价肯定又是一次跌停板。如果不能挽回投资人的信心，我们迟早会破产的。安氏账面上能动用多少资金，已经不足以维护股价了。为了研发新药，我们已经质押了30%的股权。如果股价持续下跌，我们就真的要失去公司了。姐，陆家这招实在太狠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投资安氏了。不要怕，我来想办法。你不要逞强了，以你一个人的力量，能对抗整个陆家吗？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，这次我自己来想办法。姐，你有办法？我相信新药的市场前景，他们不会看不到。我不信所有人都畏惧陆剑山，只要还有人愿意给安氏供应原料，只要将新药推动上市，安氏就还有救。张总，我是安澜，请问有时间吗？我想请您吃顿便饭。安总，这位就是传说中让谢家覆灭、让陆家主都束手无策的保镖战神吧？坐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出名了。张总，咱们闲话少说，我今天来找你是为了解决原材料供应的事儿。安总啊，不是我们不愿意相信你的能力，实在是陆家逼得紧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张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只要你给我提供原料，新药上市后的利润，我给你60%。张总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安总慢走，原料供应的事儿，我会去和其他几家老总继续商谈，1天之内一定给安总一个满意的交代。那就麻烦张总了。不麻烦，安总都拿出这么大的诚意，我怎么好意思服了安总面子？可是这事儿千万不能声张，也不能以我们2家公司的名义进行，否则我怕会迎来陆家无休止的报复。那是自然，一切按照张总的意思来办。好，那慢走不送，等我消息。你给他60%的利润，安氏岂不是给他白打工？为了新药上市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利润可以再赚，但我绝不能看着新药还没上市就被陆家掐死在襁褓里。我唯一担心的就是陆家那边会使用下三滥的手段。你只管放手去做，打架的事儿交给我。好了，最近发生这么多事，你也累了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不好了，妈妈带陌生男人回家了，而且他们2个很亲密。兰兰，你回来了。老东西，是你！臭小子，怎么跟师傅说话呢？没大没小。他是你师傅？
你来云海做什么？一言难尽，当然是逃命喽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陆星寒杀上黑龙组，组织解散了。陆星寒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打不过一个陆星寒。陆星寒不久前登上世界杀手榜龙榜第1，随后对我们组织发起了突然袭击。你不在，没有人能抗衡他。你也不行。他很强，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强。臭小子，或许连你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老东西，你真的没在开玩笑？千真万确，你的身手我难道不清楚吗？可龙榜第1非人力能敌。什么组织不组织的？你们到底是谁啊？你不是保镖吗？是保镖没错，但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安保公司。是安保公司。臭小子是我们公司的王牌保镖。难怪你那么能打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李哲的身份，所以才指定让他做我的保镖？问道很早以前跟我提过，在国外开了家安保公司。我想小哲作为他的徒弟，一定跟他一样优秀。你逃回来了，那组里其他人怎么样？当然是原地解散躲藏起来，难道等着被杀吗？那你又知不知道云海就是陆星寒的大本营？你来这里不是找死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本想一走了之，但知道你们和陆家的事后，我终归还是放不下静怡，只能拼着这条老性命回来，带静怡逃离云海。什么？逃离云海？少爷归家。父亲，儿子回来了。好儿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鬼姬死了？死就死了，一个仆人罢了。鬼姬这样的手下，我弦月组里要多少有多少。那安澜身边的保镖，我看实力非同小可。听寒，你有信心吗？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解决他。儿子，你现在可以告诉父亲他是谁了吧？哼，他是龙主，曾经的杀手之王。龙主？10年前莫国一战，龙主只身挑战整个杀手界，杀得人头滚滚，世界胆寒，成为杀手界的传奇，被誉为杀手之王。杀手之王？安家竟然藏着这样的人，我们陆家可得罪不起啊！那又怎样？已经是10年前的老黄历了。现在世界杀手榜排名第1的是我陆星寒，而不是什么龙主。带上来。星寒，这是……告诉我父亲，你打算背叛陆家，和安澜那个贱女人做什么交易？陆家主饶命！都是安家那个保镖害的，是他威胁我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啊！拖出去宰了！陆家主饶命！背叛陆家，唯有死！混蛋！自从那个叫李哲的出现以后，陆家在云海的威望是越来越不够看了。区一个姓张的也敢忤逆陆家的命令！父亲，无需愤怒，陆家的威信我会全部找回来。儿子，你有信心吗？不管怎么说，那位可是龙主。龙主的黑龙组已经被我剿灭，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屠龙而来。不知道张总那边商量的怎么样了？姐，你不用担心，陆家在云海嚣张跋扈，许多人早就看他们不爽了。更何况你许诺巨大的利润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绕开陆家跟我们合作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安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张总死了！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，你还来做什么？夫人，张总是因我而死，我只是想来送他最后一程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丈夫怎么会死？滚！这里不欢迎你安家任何人！人又不是我姐杀的，你有本事找陆家报仇去啊！住嘴！都是我的错，夫人这一巴掌是我该得的。可是姐，你还说，你还有陆家，你们通通都该死！好大的口气！是谁说陆家的人该死啊？
星寒，陆家的人来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给我出去！你们，夫人，我这人不喜欢被人用手指着。陆星寒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，算什么本事？安大小姐也在这儿，正好，我想请大小姐去陆家做客，不知道大小姐有没有时间？你休想带走我姐！动手！住手！放开他们！我跟你走，姐。安大小姐果然是个有同情心的女子，跟你这样的人做交易，就是碰到。带走。姐。二小姐，留着你是让你赶紧去向你们安氏的王牌保镖报个信儿，就说安大小姐我带走，我在天龙城寨恭候她的大驾。李哲，对，不找李哲，现在只有他能救姐姐。老东西，一个陆星寒就把你吓成这样，要立马卷铺盖跑路？你没有跟他交过手，你不懂陆星寒的恐怖。此人残忍至极，从小修炼倭国剑术的他，就是世上最冰冷无情的杀人机器。区区倭国也值得你害怕？如果只是倭国的杀手，当然不至于。但陆星寒不同，他的剑术超凡入圣，哪怕是你，也未必是对手。我劝你不要轻敌，还是赶紧带着安澜跑路。此人不可力敌。小哲，你就听你师傅的吧。虽然你是公司的王牌保镖，但对方可是世界第一杀手，不值得把命留在云海。臭小子，言尽于此，信不信由你。是啊，小哲，你就相信你师傅吧，不要逞强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去劝安澜赶紧离开，你们先走。静怡，你放心，我在海上有做到，我们去了那里绝对安全，陆家的人再也找不到我们，我会把过去欠你的用余生来偿还。你这老东西，怕是纯粹来云海骗老情人跟你私奔的吧？我只是担心兰兰他们。小哲，你一定要劝说兰兰尽快离开。陆星寒回来了，云海已经不适合再待下去，心药再重要也没有人命重要。好的，静怡。行了，我们先走，孩子们很快就会过来陪我们的。老东西。李哲，不好了，姐姐被陆星寒抓走了。安大小姐，初次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陆星寒，你们过去喜欢称呼我为龙国战神。哼，效力于倭国的走狗，你不配这个称号。我知道你的倚仗是那个李哲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你的目的是心药，我可以给你，但你不要伤害他。心药？你的心药在我陆星寒的眼里算个屁！不是心药，你们陆家不是一直……安大小姐，我想你跟李哲相处这么久以来，你从来就不曾真正了解他。我来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。真实身份？听说了吗？首领在等的人就是传说中的杀手之王。哼，什么杀手之王？他要是敢来，首领一定会杀了他。那是，虽然这个杀手之王被传得很神秘，但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执行任务了。我想，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货色。等他来了，就知道咱们首领的厉害。我们只有2个人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不愧为杀手之王，果然有气魄，敢来陆家的天龙城寨送死。什么杀手之王？你不是保镖吗？看来安家二小姐还不知道这位保镖的真实身份，那就由我来隆重介绍下你们这位大保镖。他是世上最大的杀手组织黑龙族的龙主，更是被誉为世界最强者的杀手之王。什么？知道是我，还不过来磕头谢罪？陆家主很有胆量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哈哈哈！龙主大人，
你是不是离开杀手界太久落伍了，以为自己现在还是杀手之王？不然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当今世界杀手界的第一是我儿陆星寒，就连你所谓的黑龙组也已经被我儿星寒覆灭。今天留给你的只有死。李哲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放心，死这个字从来就不在我的字典里。此刻天龙城寨里都是大倭帝国弦乐组的精英，我倒要看看今天你拿什么赢。不可能，这些都是大倭帝国的精英，你怎么这么强？我这人本来不爱赶尽杀绝，但倭国的畜生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10年前，莫国一战，杀手之王以一己之力横扫全球杀手组织，给所有杀手组织留下永恒的阴影。那一战，他成功封王。龙主，李哲是杀手之王？没错，就是你口中的小保镖，他乃杀手之王，统治整个杀手世界的地下王者，在他面前，所有人都是蝼蚁。可是他明明说安保公司是吗？笑话，他是杀手界的王，但那已成过去式。这世上唯有我才有资格挑战他，战胜他，以新王的姿态降临这个世界。姐姐，李哲，你不该来的，他要杀你，你快走！很抱歉，瞒了你这么久。既然他想挑战我，我当然要给他这个机会。星寒，救我！陆星寒，他可是你的父亲，你已经冷血到这种地步了。父亲，一个没用的废人罢了。我陆星寒的身边，只需要强者。你可以走了，我要的是他。我们快走，不要跟他打，你会死的。姐，你别怕，你知道吗？李哲很厉害的。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什么？你只管去做你的事儿，打架的事交给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是现在的杀手榜第一，你师父他老人家也说了，他相信我。可是你没有用他来要挟我，确实像那老东西说的很狂妄。区一个女人算什么？什么狗屁新药，狗屁安氏集团，我从来都不放在眼里。我的目标只有你，杀手之王。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死？笑话！当我登临龙榜第一的那天，这世间再也没有人能杀我，就算是你也不行。你想跟我比剑？此剑乃倭国天皇佩剑，名为鬼彻。随我登临杀手绝巅，能死在鬼彻剑下，就算你是杀手之王，也足以自豪了。我陆星寒会堂堂正正击败你，让世界看到我才是最强。杀手之王，终究还是老了。我精修20年剑法，自问如今天下无敌，哪怕强如你，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你的剑法还算不错，仅仅是不错吗？姓李的，你是不是安逸太久，忘记了杀手界本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？你不杀人，就要做好有一天会被别人杀掉的准备。来，你拿着剑都不是我的对手，现在剑断了，拿什么跟我打？去死吧！杀手之王只能是我。怎么可能？剑法其实我没练过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6岁练剑，从小的目标就是用剑成为天下第一，可依旧不是你的对手。很不错，你的剑确实很锋利。不要误会，我是说你的鬼彻。龙主就是龙主，哪怕隐退多年，依旧是杀手界当之无愧的王。知道我为什么回国吗？因为太无聊了。我以为你能给我些惊喜，没想到还是令人失望。
不过你其实还行，在回国后遇到的这群人里，你是唯一能让我受伤的。能得到龙主的承认，够了。如果你仅仅只是来挑战我不会杀你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动黑龙组的人。杀手应该是冷血的，但你知不知道，杀手之王最为护犊子。好了，麻烦都解决了。混蛋！你明明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欺负你。还疼吗？小伤而已。不是，某人可是龙主，号称杀手之王，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？哎呦，疼！你轻点儿。被剑劈都没有喊疼，我掐一下你就喊疼啊！以后任何事情都不许瞒着我，记住了吗？好。喂，你们两个能不能考虑下我的感受？好啦，别担心啦，没事啦。姐，咱们现在干什么去？当然是去度假，散散心喽。好啊，你们两个狗男女，果然有一腿。不过仅限我们俩，不包括某人。小保安，你说什么？姐，你也是这个意思？我听李哲的。你们去度假了，那我呢？你呀，自己待着吧。小保安，李哲，雕刻，姐，你们休想甩下我！